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，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肿瘤疾病的防治。提起癌症，第一反应就是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乳腺癌。有一类癌的凶残程度丝毫不逊于肝癌、胃癌，却很少成为癌症话题的主角。它就是头颈部癌。头颈部癌是一大类癌症的统称，是始于头颈部如口、鼻、咽、喉、鼻窦和唾液腺等部位的肿瘤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陌生的概念。然而头颈部癌并非小众癌，2020年新发病例达83.3万，其中超过90%为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小关就重点讲一讲头颈部癌，增加一下各位观友的知识面。感兴趣的观友们希望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为什么说头颈部癌很少成为癌症话题的主角？那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，常见症状也容易与日常生活中口腔、鼻腔、咽喉发炎的情况相混淆，如口腔溃疡、咽喉有异物感、鼻塞、流鼻血、声音改变等。这些症状往往容易被人们认为成小事一桩，导致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。另一类危险信号则是面部和颈部淋巴结肿起，这些淋巴结肿大的早期症可能也不明显，通常是摸起来坚硬且无疼痛感的肿块。由于人们对头颈部癌早期症状缺乏重视及了解较少，大多数患者在1到3个月后才会前往社区医院咨询医生，导致贻误时机，就医过晚是头颈部癌难以治疗的重要原因。就像网上的一位16岁的患者，在2020年8月7号，那一天他像平常一样起床吃饭，左边脖子疼了好几天，以为自己是落枕了，没太注意，洗漱的时候就照了照镜子，发现脖子肿了一块，于是就去当地的诊所看了看，医生说是淋巴发炎，吊了针就回家了。肿块消了一些，过了几天又肿了起来，又去诊所吊针，医生说再不好就去医院照个 B 超，果不其然，过了几天又肿起来了。后来就去了当地医院做检查，所有检查都正常，只有 B 超显示颈部多发淋巴结肿大，在医院住了几天，什么都检查不出来，医生就让他去检查了鼻咽镜，检查到鼻咽部左侧明显隆起，之后做了个手术，切除鼻咽部肿物，切除后拿去化验，8月31号就化验出来了，是鼻咽癌。由于是小医院，资历不够，只能转去大医院，换了医院，所有的检查都要重新再检查一次，又耽误了7天。脖子的肿块越来越大，已经大的脖子不能正常转动，一直到9月7号才正式踏上了治疗的道路。你看，光确诊就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那么等开始治疗的时候，这癌症就已经变得凶残无比了。相对应的，这给后续的治疗也加大了难度。看到这里，观友们估计对头颈部癌症还是一รู้半解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癌症？其实这只是一个统称，头颈部包含了许多器官和组织，一功能分为上呼吸道和上消化道。上呼吸道包括鼻腔、鼻窦、鼻咽、口咽、喉和气管，上消化道包括口腔、口咽、下咽和颈部食道。之前也说过，由于头颈部癌初期症状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毛病症状有所类似，多数情况下为人们所忽视。接下来，小关将针对较常发生的头颈部癌症进行逐一讨论。1、口腔癌及口咽癌。正常的口腔及口咽黏膜是粉红色的柔软组织，如黏膜发生变厚或凸起不透明的白斑，或变薄为溃烂的红斑，皆可能是癌前病变或原发癌。另一常见症状是口咽腔出现难愈合的溃疡，
或突出的溃烂肿块，常伴有转移的颈部淋巴肿块，早期常不觉疼痛，偶尔出现带血的唾液，常常有人因不痛而忽略，错失早期诊断治疗的良机。只要发现带有血液的唾液，口咽腔内有红、白斑点或2星期以上不易愈合的溃疡，以及颈部不明肿块，便要立即就医。2. 鼻咽癌，因为鼻咽的解剖位置特殊，及含有丰富的淋巴组织，所以鼻咽癌患者有许多特殊的症状。最常见的是上颈部淋巴结肿大，这是癌细胞转移到颈部，导致一群或数群淋巴结肿大所致。所以如在上颈部发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，往往要怀疑是罹患鼻咽癌。由于中耳腔和鼻咽经与耳咽管相通，鼻咽腔里的肿瘤往两侧生长时，可因而形成耳咽管功能不良，出现中耳积水、发炎，产生重听、耳鸣或耳痛现象。而肿瘤向前生长，则会阻塞鼻腔，引起鼻塞。肿瘤太大时，更容易溃烂、出血，产生粘稠带血丝的鼻涕，由口中吐出或鼻腔流出。因鼻咽后上方即是颅底，若癌症往上往后生长，则会引起颅底肌蝶窦骨质的破坏，进而侵犯中枢神经及12对颅神经，造成失明、复视、上眼睑下垂、脸部知觉麻痹、面神经麻痹及半边头痛等症状。如肿瘤往下长侵入口咽，扁桃腺则会有吞咽困难及呼吸困难等症状。上述所有症状可能单独呈现或多个症状同时出现，也有少数患者颈部淋巴结已经肿得很大，却没有上述症状。3. 喉癌，早期症状是持续性的声音沙哑，其他常见症状有吞咽疼痛、吞咽困难、同侧的耳部雷射性疼痛，这是由于喉部与耳朵由同源性的神经支配。晚期则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。上喉癌和声门癌较易向颈部淋巴转移，因此颈部常出现肿块。4. 鼻腔及鼻窦癌，鼻腔及鼻窦癌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是非常明显，譬如最常见的单侧鼻塞、鼻涕有血丝等等，和一般人常患的鼻炎、鼻窦炎症状类似。但特别要小心的是，若鼻分泌物带血丝，断断续续持续1-2个星期，最好请耳鼻喉科大夫彻底检查一下。此外，颜面的疼痛、感觉异常也是常见的症状。若到了颜面变形、眼球滂出或运动失常、复视、牙关紧闭，则肿瘤往往已经是十分巨大了。5. 下咽癌，下咽癌的预后较差，因为早期的症状较不明显，进展却又相当快，因此有将近80%左右的病患在初次就诊时就已经有颈部肿块、声音沙哑、吞咽困难及呼吸困难等晚期癌症的症状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这种早期的症状，比如咽喉疼痛症状持续超过2周甚至加剧，有些疼痛也会传至耳朵，产生所谓的辐射性耳痛，或者咽部异物感，同时合并有吞咽困难，若有声音沙哑及呼吸困难、颈部肿块等肿瘤，通常都已是第3或第4期的晚期癌症。6. 甲状腺癌，甲状腺位于颈部的正前下方，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。最常见的症状是在前下颈部发现无痛性的肿瘤，该肿瘤会随着吞咽动作上下移动，其中的甲状腺乳突癌容易产生颈部转移，产生颈部肿块，同时甲状腺与气管食道相邻，所以若肿瘤长大时，易造成吞咽困难、呼吸困难等症状。如压迫到喉返神经，则会发生声音沙哑、呛食等症状。综合以上各种头颈癌的常见症状发现，头颈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，又无特异性，加上病患本身的疏忽，或是第一线的医生未能提高警觉，以至于往往失去早期诊断的先机而延误治疗。以上这些早期症状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6大警讯，希望能借此唤醒大家
对头颈癌的认识，达到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的目的。一、颈部出现不对称性肿块。二、口咽腔内出现超过2星期的溃疡、凸起或斑点。三、声音沙哑，常见的咽喉炎症等问题也能造成声音沙哑，所以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过于担心，但伴有与其他症状且长期不愈时，需要有所警惕。四、单侧鼻塞，反复性流鼻血。五、单侧听力不良，单耳积水、耳胀、耳闷。六、无上呼吸道感染，却持续性喉咙痛、耳朵痛。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元凶，面对癌症，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取得更好的疗效。那么各位观友们，您的身边有类似的病例吗？不妨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讨论交流。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希望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喜欢小关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